一台湾人为保卫乌克兰而牺牲。俄乌双方陷入鏖战，俄罗斯用最大伤亡换来最大进展。首批海马斯火箭弹抵达台湾，美上将痛批空军不应把注意力转向无人机。奥斯汀宣布向中东派遣更多轰炸机和军舰。B-1B 现身朝鲜半岛，台军爆出大量装备延误。11月3号，台北讯，44岁的乌克兰台籍雇佣兵吴忠达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第2名在俄乌战场上阵亡的台湾人。吴忠达曾是台湾军人，在陆军特战指挥部服役多年，表现出色，获得了同僚的尊重。他在2022年加入到乌克兰国际军团，怀着坚定的信念与国际主义精神，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参与这场抵御侵略的斗争。吴忠达在战场上面面对俄军的重炮轰击，却始终表现出卓越的军事素养与坚定的信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高风险任务，成为战友心中的榜样。在战争中，吴忠达与战友们同乘装甲车前往前线，他曾自拍记录下那紧张而充满希望的时刻。他在战斗间隙通过 LINE 与朋友分享战场的故事，描述俄军出击前的炮火轰击，强调在小队出征任务时，常常只有一半的人能够安全返回。他坦言，战争是无情的，和平是无价的。这不仅是他对战争的深刻理解，更是他对和平的渴望。吴忠达生前有3个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12岁。他曾对家人表示，如果他在战斗中遇险，不必远赴乌克兰寻他。尽管如此，家人对他的思念和牵挂却从未减弱。黄春生牧师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吴忠达的遗体目前仍在前线，由于战斗激烈，尚无法安全取回。他已经与吴忠达的家属联系，计划安排义工陪同家属前往乌克兰，协助处理遗体事宜。海军陆战队预备役士官长协会理事长赵武章对此深表惋惜。他回忆起与吴忠达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呢，吴忠达满怀信心，期待在凯旋归来时和朋友共享美好时光。他曾承诺，吴忠达回国将为他举行盛大的庆祝宴席。如今这一愿望却成了无尽的遗憾。赵武章对吴忠达的勇气和奉献赞不绝口，称其为台湾的骄傲，并表示将永远铭记吴忠达的精神。吴忠达的牺牲不仅彰显了个人的勇气，更体现了无数志愿者为捍卫正义而奋战的国际主义精神。上一位为乌克兰卫国战争而献身的台湾人名叫曾胜光。25岁的曾胜光出生在花莲吉安乡，曾随亲戚在中美洲伯利兹生活。高中时期回到台湾，他从小对军旅生活充满向往。高中毕业后，在台湾陆军服役5年，直到24岁退伍，并与黄丽珍女士结为夫妻。俄乌战争爆发后，曾胜光每天都关注着战况，心中萌生了前往乌克兰参战的念头。尽管家人多次劝阻，他的决心却从未动摇。2022年6月，他接到了乌克兰军团的报到通知，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乌克兰的征途。在乌克兰，他加入了喀尔巴阡山武装部队步枪营，成为了一名国际战士。然而仅仅4个月后，他在激烈的战斗中被炮弹碎片击中了头部，因失血过多而英勇牺牲。曾胜光的牺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哀悼，他被追授乌克兰勇气勋章，并获得了官方抚恤金。乌政府和军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的家人也前往乌克兰，和乌克兰军人、民众一同出席了追悼仪式。曾胜光的母亲、妻子及姐姐等家属在葬礼上收到了乌克兰政府赠送的国旗，以此表达对曾胜光牺牲的深切感谢。曾胜光生前曾发表推文，对台湾的民防体系、后备动员体系、灾难应变能力、战略物资储备提出了批评，并希望表示通过参与实战，将实战观念与技术带回台湾。这2位国际主义战士的英勇事迹再次提醒我们，战争背后是无数勇士的奉献与牺牲，他们的勇气和理想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力量。在他们之后，会有更多人加入对和平正义的事业中去。在最近的1个月，俄乌双方的战斗愈演愈烈，俄罗斯军队正通过重大的伤亡换取地面上的进展。
上周，俄罗斯第20摩步师约1万名士兵向乌克兰第79空突旅发起猛烈攻击，而乌克兰的部队目前大约有2000人。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役，乌军正面临着疲惫不堪的局势，急需支援。俄罗斯的目标是将乌克兰的防线推向顿涅茨克以西20多公里外伊林卡村，成功占领该地区，将为俄军进一步的北进铺平道路，甚至可能包围位于卡拉霍夫的乌克兰驻军。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报告称，情况接近危急，第79空突旅正承受着敌军的巨大压力。虽然乌军的无人机部队在战斗中摧毁了数十辆俄罗斯车辆，甚至在1天之内记录了206辆俄军的车辆损毁，但克里姆林宫似乎已经找到了一种成功的战术，以数量优势进行牺牲，换取战略上的领土控制。乌克兰记者斯坦尼斯拉夫·阿谢耶夫指出，俄罗斯用带子的战术，使其能够有效地绕过乌克兰在前线的防守，形成狭窄的撤退通道，从而引发乌军的撤离恐慌。这种战术的成功，使得乌克兰军队在东部战线捉襟见肘，尤其是在同时需要对西部库尔斯克州的控制的情况下，显得尤为艰难。尽管乌军在东部遭遇困境，基辅仍在努力组建新的旅以增强防线。然而，这些新组建的部队大多还在训练中，缺乏现代装备，无法快速投入战斗。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在与捷克军方代表团的会谈中指出，乌军正在抵御俄军自战争以来最强大的攻势，并且表示当前前线局势依然严峻，急需物资和装备支持。据最新的数据，俄罗斯目前已经占领了乌克兰约 17.95% 的领土，包含了克里米亚和先前占领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在10月的战斗中，俄军夺取了 538.8 平方公里的区域，创下了自战争以来单月增幅的新高。尽管如此，俄罗斯在人员和装备上付出了巨大代价，损失人数已接近70万。在这场冲突中，时间和资源并不在俄罗斯这一方。虽然俄军在不断进攻，但随着乌克兰的坚持与韧性，他们将继续以勇气消耗敌人。乌克兰的军队在抵御俄军的过程中体现了非凡的决心和坚韧，注定这场战争不会轻易结束。台湾军方权威渠道证实，陆军对美方采购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第一批已经顺利抵达台湾，现在由陆军第10军团第58炮兵指挥部进行接装和换装训练。这一重要采购引发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在现有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如何进行调整方面。美国制造的 M142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被视为现代战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根据陆军今年在防务预算案上列出的接装进度，计划接装11套海马斯系统、64枚战术导弹、2套模拟训练器以及相关附属设备。这一采购不仅增强了台湾的防御能力，也展示了其在面对复杂安全环境下的应对决心。陆军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的主要目的，除了弥补兵力不足、提高离岛及本岛跨区域增援的时效性外，还希望通过即时火力支援，提升跨区域增援的效率。陆军的战略目标是建立自主性的远程精确、快速机动和大范围打击能力，以实现对敌军的精确打击和有效压制，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做出反应。海马斯多管火箭的发射箱能够携带6枚火箭或者1枚 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前者射程可达42公里，后者飞行高度可达50公里，射程可达300公里，具备跨海峡打击能力。这使得海马斯的战斗力与台湾制造的雷霆2000火箭系统相当，而台军也正在研发雷声专案的 MK66 火箭弹和战术导弹。随着海马斯的引入，雷声专案的未来发展面临不确定性，专家对此表示关注。日前，美国陆军炮兵学校的社交媒体披露了台军在8月份赴美接装海马斯的画面，展示了台军官兵与美军的合影，体现了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紧密关系。根据权威渠道的消息，首批海马斯多管火箭已于上月运抵台湾，现在由第10军团第58炮兵指挥部实施接装。然而，58炮兵指挥部本身已有编制一个雷霆2000多管火箭连，编制包括3个火箭排，每个排有3辆发射车、1辆指挥车和3辆弹药车。
随着海马斯的进驻，陆军需要考虑如何合理配置现有资源，是否重新分配或者封存雷霆2000多管火箭连的装备，目前尚无最终结论。这一系列采购和装备调整不仅反映了台湾在面对潜在威胁时的战略决策，也为未来的国防建设奠定了基础。台湾军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变化，以确保国防能力的持续提升。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宣布，将向中东地区增派轰炸机、战斗机和海军军舰，以强化美国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与此同时，一艘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艇正准备撤离。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少将透露，奥斯汀已经下令部署数架 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一个战斗机中队、空中加油机和海军驱逐舰到中东。这些增援力量将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返航后的几个月内陆续抵达。这一军事部署的背景呢，是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以及1周前对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后者可能破坏了伊朗制造弹道导弹和发射火箭的基地，这是伊朗太空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在呼吁停火的同时，强调将保护以色列并维护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包括抵御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船只的威胁。莱德表示，奥斯汀的最新命令展现了美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军力，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能力。他强调，如果伊朗及其盟友或代理人利用当前局势对美国人员或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自己的人民。B-52轰炸机这款具备远程核打击能力的飞机已被多次部署到中东，向伊朗发出警告。这也是本月第2次美国动用战略轰炸机加强在该地区的防御。10月份 B-2隐形轰炸机被用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地下目标。尽管莱德没有透露具体将有多少飞机和舰艇进入中东，但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中东的军队总数有所减少，尤其是考虑到一艘航空母舰上就有多达5000名水手。不过，轰炸机的增加无疑增强了美国的战斗力。目前，中东地区约有43000名美军。据美国官员透露，林肯号航空母舰及其3艘海军驱逐舰计划在本月中旬离开中东，返回圣地亚哥的母港。官员们表示，在航母离开后，中东地区将暂时没有航空母舰的存在，但他们拒绝透露这种状况将持续多久。长期以来，军事指挥官们认为，航空母舰打击群的存在以及一系列战斗机、侦察机和全副武装的军舰，是对该地区，包括对伊朗的重要威慑力量。为了弥补这一空缺，奥斯汀正在下令向该地区增派其他海军驱逐舰。这些驱逐舰能够击落弹道导弹，将从印太地区或者欧洲调派。预计最终，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以及其他3艘军舰将转移到地中海，但他们不会在林肯号离开前到达。杜鲁门打击群一直在北海参与北约的军事演习。目前，林肯号和其他2艘驱逐舰位于阿曼湾，第3艘驱逐舰和另外2艘军舰则在红海执行任务。在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行动中，以色列的 F-35隐形战机成功穿透了伊朗的严密防空系统，精确打击了多个军事目标，并且安全返回。与此同时，美国的 B-2隐形轰炸机也对胡塞武装的深层武器库实施了有效打击。这些行动凸显了一个关键信息：尽管存在不同观点，未来冲突的胜利依然依赖于尖端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美国空军上将迈克尔·莫斯利指出，尽管在华盛顿国防界对现代战斗机价值的质疑并不新鲜，但这些观点往往忽略了无人机对空战的影响，主要局限于陆军的战术地面行动。他强调，步兵和装甲部队虽然依赖无人机进行瞄准，但战斗机在空战中的作用不可或缺。认识到小型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作用是必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保持对其潜力的清醒认识。莫斯利上将指出，无人机并未能阻止俄乌战争的僵局，双方在空中优势上的缺失为此类战斗创造了条件。他强调，威慑对手需要成功的战略和有效的战斗能力，尤其是在对敌方关键目标实施常规战略攻击时，控制空中的能力至关重要。隐蔽的 B-21轰炸机在这一点上显得尤为重要。
F-35和 F-22等战斗机不仅确保了美国军队和敌方领土的空中优势，同时也增强了打击能力。未来的空中优势计划将进一步提升战斗机与无人协作战斗机的作战能力。近期的新闻头条也再次证实了这些关键的空中力量任务的重要性。在也门 B-2 轰炸机在经过数月拦截胡塞导弹后，通过对地下设施中的武器库实施打击，成功消除了袭击源头。B-2 的独特能力使其能够携带大规模的武器摧毁保护设施，并且利用隐身性避免敌方的威胁。同样，以色列最近对伊朗的打击中也是依赖 F-35的强大性能。该机能够有效穿透防空系统进行精确打击。在与美国合作的行动中，以色列和美国战斗机成功拦截了4月份发射的100多枚伊朗导弹，展示了空中和导弹防御显著成就。现代战斗机和轰炸机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必要选择，莫斯利上将总结道。与 F-22、F-35、B-2、B-21 和 NGAD 相关的设计特性对成功至关重要。他指出，尽管一些人可能批评这些飞机的高成本，但它们的价值远超过缺乏隐身能力的低成本飞机。历史的数据表明，现代隐身技术的引入使得战斗力得到显著提升。然而，乌克兰的战斗显示出缺乏现代空中优势战机的代价。尽管拥有数百万架无人机和数千枚导弹，乌克兰仍然陷入与俄罗斯的堑壕战中，缺乏足够的深度打击手段和有效的空中防护能力。面对更强大对手时，过度依赖低技术武器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正面临着比以往时候都更加严峻的威胁，必须重新审视其空军的作战能力，以确保在未来的冲突中能够取得胜利。上将莫斯利呼吁重建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库存，以维持国家的威慑能力和胜利的基础。韩国军方近日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在11月3号在朝鲜半岛南部海域举行了联合空中军事演习。这次演习中，美国至少出动了1架 B-1B 战略轰炸机，旨在回应朝鲜上周发射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据韩联社报道，这次联合军演在朝鲜于10月31号向日本海发射新型火星19导弹后举行。演习地点位于韩国济州岛东部海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演习中韩国、美国和日本的战斗机共同护送美国的重型轰炸机，飞行路线经过了韩国和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重叠空域。B-1B 轰炸机在预设目标区进行了模拟打击，展示了其压倒性的作战能力，但具体参与演习的 B-1B 轰炸机数量并未披露。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次演习是针对朝鲜10月31号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回应。随着三国安全合作日益紧密，我们将加强协调，共同应对朝鲜的威胁。这是今年以来韩美日三国的第2次联合空中演习，体现了三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朝鲜不断发展的核武和导弹威胁的决心。美军 B-1B 轰炸机具有强大的作战能力，最大飞行速度可达 1.25 马赫，最大航程达到 1.2万公里，从关岛飞抵朝鲜半岛仅需约2小时。这也是美军 B-1B 轰炸机今年第4次飞抵朝鲜半岛，显示了美国对区域安全的重视。近年来，韩美日三国不断强化安全合作，以应对朝鲜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这次联合军演不仅展示了三国的军力，也传递出坚决反制朝鲜挑衅的信号，对维护区域稳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未来，三国可能将通过情报分享、联合军演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安全合作，共同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台军通过兵役和召训改革来增强后备战力，但最近立法院预算中心发布的防务预算评估报告指出，台军原定于去年采购的上万组机枪、榴弹机枪、消毒器和夜视镜等装备，因国际形势、产能问题以及出口许可等因素，至今仍未如期完成，延迟已近1年。为此呢，台军正在加快步伐，力争在今年底之前补齐相关装备。根据去年度的预算书，台军共编列超过5.21亿元用于后备部队武器类装备整备项目，采购榴弹发射器、手枪和榴弹机枪，同时还执行后备部队火炮类装备整备项目，花费超过1.06亿元采购中型迫击炮，
再加上后备轻型消毒器、后备背负式消毒器、夜视镜和双目望远镜等项目，预计总需资金超过26亿。这些采购本应在去年完成。此外，台军计划在2022到2026年间编列4.2亿元，采购2060挺班用机枪，以增强新编成后备部队在反登陆、反空降和纵深作战等任务中的能力。不过，立法院预算中心最近指出，台军后备部队装备采购进展缓慢。截止今年6月，1894件榴弹发射器、4235把手枪、319挺榴弹机枪和194具后备轻型消毒器等装备均未交付军方使用。为增强后备战力，台军已经安排士兵进行 T75 班用机枪的操作培训。此外，台军还计划采购9842具头戴式夜视镜，但截止6月底仅交付了921具，仍有8360具待交付。而班用机枪的部分，原定去年和今年获得460挺，但目前仍有400挺待交付。立法院预算中心呼吁台军应制定妥善的改善措施，以解决装备交付滞后的问题。关于装备未能按期交付的原因，台军回应称，这主要是由于产能不足，关键组件供应商受到国际局势影响，导致出货延误，国外厂商因出口许可及产能问题造成交付延误以及生产进度落后等因素。相关装备预计将在今年10月到12月间完成交付。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